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邓为白西装配细钻，男星营业新范本，这招谁能不服气？有一说一，我刷到邓为那组落日轮渡白西装照片的时候，心里头第一个念头是，这小子把男明星营业完成了生活方式种草课，挺绝的。说实话，现在娱乐圈男艺人的红毯造型、活动 look， 我看太多了。西装一套套的换，油腻一波波的来，大家都绷着一张我很帅我很贵的脸，看着就累。而这次邓为在 SABON 活动上这一身白西装加钻石珠宝，配着黄昏江景和轮渡，我就觉得有点意思了。原因还真不是他长得帅这么简单，我就纳闷了，谁先给男明星定的规矩，珠宝越大越闪越有排面？结果呢，红毯上一个个耳朵跟挂灯串似的，手上戒指戴一圈，手镯叠罗汉，恨不得让镜头先拍钻石再拍人。而邓为这回走的路子刚好反着来，珠宝是真的高级 ，Heart on Fire 这种主打火彩的钻石，价格肯定不便宜，但用法特克制，链子细到一不留神就被锁骨抢了风头，耳钉小到只在转头的时候闪一下，这就很狠了。白西装其实是个狠角色，穿不好立刻变洗碗工制服或者婚纱影楼男模，太紧像夸张新郎，太松又像没睡醒就被拉出去敬酒。而这一身我盯着看了半天，剪裁、廓形都挺懂人的。微垫肩刚好把肩线立起来，但又没走那种健身房课代表路线，不炸肌肉，也不硬撑气场，就是悄悄把比例拉顺，宽松度也挺妙。既不是贴身到能束肌肉的偶像剧男主，也不是一身大垮袍子玩艺术家不洗头风，就是那种松弛又不邋遢的度，拿捏得挺靠谱。而面料这个事，很多人真不当回事。白色最怕两种，一种是反光的跟塑料雨衣似的，另一种是一做就满身褶，看着特廉价。邓为这套用的是哑光带垂坠感的料子，在落日金光底下不抢戏，但有那股高级的闷声发大财气质，配上轮渡玻璃和江水的反光，整个人有点像从电影里走出来的角色，不吵不闹，但谁都看得见。我觉得吧，这次最聪明的一点是，他没按男明星固定剧本走，不是那种我来给你们展示品牌多贵的路线，而是把整场活动做成生活切片。落日、轮渡、江风、白西装，淡淡香氛，一切都在对你说这不是秀场，这是某个你赶不上，但很想偷看一眼的傍晚。而这一下，就让人把注意力从单纯看脸转到我也想过这么一天上去了。你看啊，国内现在一说时尚，很容易跑偏到用力过猛，造型师忙着堆概念，媒体忙着堆形容词，网友忙着抓图吐槽，最后谁还真在乎这个人适不适合这套衣服？但邓为这身造型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是建立在他本人的气质基础上的，那种温润、安静，但不是软绵绵的好好先生，而是藏着点锋利的少年感。白西装简化到极致，反而把这点暴露得干干净净。珠宝在这套造型里其实挺有戏，钻石项链贴在锁骨那一圈，单颗主钻配细链，很多男的会怕，说这也太精致男孩了，容易被说娘。而他这一身，反而把这条链子的角色转成了温柔的刀锋。西装、T 恤，整个人氛围都是软的，珠宝是冷的、硬的，两边一碰，那个温柔锋芒的感觉就出来了。不是冷血，也不是软糯，而是那种我礼貌但不好惹的气质。说到底，男生戴珠宝这事儿，在咱这边一直挺敏感。很多人还是停留在男人戴点金链子就算顶配的审美上，一听钻石就想起求婚戒指，觉得跟直男没关系。
而现在越来越多品牌开始找男艺人戴高级珠宝，其实是在慢慢打碎这个刻板印象。不过有的人一戴就跑偏，整个人像被首饰店绑架了，肉眼可见的不自在。而邓为这次，我看他的状态挺自然，就像本来就该属于他日常的一部分，不是硬撑气质，反而像把自己真实那一面适当放大了。我真是服，现在品牌活动场景卷得跟电影外景地似的。SABON 本来做的是香氛、身体护理这些，走的就是疗愈、自然那条路，这回直接把活动搬到落日轮渡上，将风裹着香味吹过来，这画面感就上来了。而邓为站在那，妆发走的是清透路线，底妆轻得像梅花，发色又带点酒红，在金光里有点暧昧的暖调，不那种油光水滑的精致，而是有呼吸的皮肤状态，这就让人很容易带入他不是远在云端的明星，更像是你在某个城市河边碰见过的那个人，只是你当时没敢打招呼。话说回来，我最喜欢那几张他靠在窗边，看着江面的侧脸，不是盯着镜头耍帅那种，是看向远处，眼神挺松的，那种松弛感，往往比故意做出来的性感冷酷要耐看多了。演员这个行当很吃气质，而气质里最难练的就是自然。很多人穿着几万块的定制西装，手插都插得战战兢兢，生怕褶了一块，笑也不敢大笑，腿都不敢迈开一步，活像被衣服劫持了。而他这组图，你能明显感觉到人是先活过来，衣服和首饰只是顺着这个人长出来的。有一段时间，我老看网友说，现在男明星造型越来越中性化，有人喜欢，有人烦，说爷们味儿都没了。我就想问一句，爷们味儿是不是只能靠胡茬、皮夹克、黑 T 恤撑着？邓为这种干净、安静、温和但不软弱，其实也是另一种很北京话的爷们儿，干净利落，会照顾人，不咋咋呼呼，办事儿靠谱。这套白西装配钻石，看着是金贵，骨子里其实是把这种稳当又温柔的男生形象放大了。而从品牌角度讲 ，SABON 找他来站台，我觉得挺对味儿。这牌子在宣传里一直强调疗愈自然，你要是硬塞个攻击性特强的荷尔蒙男明星过去，怎么都怪。而邓为这种眼神是缓的，说话不着急，气质偏治愈系，再加上这次造型没走浮夸路线，白西装、淡妆、极简珠宝，整个就是把香氛生活方式化这事儿演给你看。你用的不只是一个香皂或者沐浴油，而是给自己偷出一段安静的傍晚。我就纳闷了，咱现在这么多人天天喊累、喊焦虑，刷到这样一组照片，居然还有人吐槽太平没记忆点，非得把人打扮得跟舞台剧角色似的才算时尚。很多时候，真正高级的时尚灵感是让你觉得好像我也能学一点，没那么费劲。白西装这种东西看着难穿，其实你抓住几个点，料子别反光，版型别太紧，里头搭简单白 T， 配一个低调一点的小配饰，不管你是去约会、见客户还是参加朋友婚礼，都比穿个皱巴巴衬衫强。说实话，我反而挺喜欢他这次没有用力营业的感觉，没有死盯镜头卖惨卖帅，没有在现场刻意摆一堆帅哥标准动作，而是更多留给场景和氛围。落日洒在西装上，那一圈金边真的是加分项，很多人一听白西装就害怕，觉得显黑显壮。而你要是把环境光用好了，白色就是个天然的反光板，能把整个人提亮，还显得干净。这个逻辑用在日常穿衣上也一样，别总被白衣服显胖吓住，版型、材质、光线都是能救命的。当然话说回来，我也知道有人看完只会说一句人帅穿麻袋都行，
这种说法听着解气，但说到底挺偷懒。我反倒觉得这次造型是个特别好的参考样本。一个本来就长得好看的人，是怎么用减法时尚把自己收住的？不靠夸张设计，不靠一身 logo 乱飞，而是把重点放在比例、气质、光影、材质上。这种思路，谁都能学点皮毛，不用学他长相，学他克制。我真是醉了。有的时候平台上关于男色消费、男性珠宝的讨论，一上来就给人扣帽子，要么说娘，要么说媚女，要么上纲上线。我倒觉得，像邓为这种白西装加细钻项链的形象，多出现几次没坏处。他其实帮很多男生默默拓宽了一条路。你可以干净，可以柔和，可以佩戴精致的小东西，而不需要因此质疑自己的性别认同。穿啥戴啥，本来就该回到一句老话：舒服、合适、好看就行。说到底，我看这组图的时候，脑子里冒出来的是这样一个画面：一个人忙了一整天，赶上黄昏，拎着还残留香味的衣服站在船舱边，将风吹得人有点困，也有点放松。他不急着回消息，也不急着发自拍，只是看一会儿水面，发一会儿呆。白西装是他的壳，钻石是他藏起来的那点锋利，而真正让人记住的，是那种终于可以慢下来一会儿的感觉。说实话，这种时尚灵感，比看一堆硬凹造型的精修图有料多了。咱说句北京话，这才叫真有味儿。